最近特产油滋滋又香酥的肉夹馍，才知道原来在家用手抓饼就可以完成了。五花肉切成小块，冷水下锅，煮出浮沫记得撇掉哦。放入香料，还有生抽、老抽、米酒等调味，小火慢炖1个小时。手抓饼来做馍就更简单了，软化后切一刀，像这样卷起来再压扁。放进平底锅里，小火煎到两面金黄，晾凉后从中间剖开，一个香酥的夹馍就做好啦。炖了1个小时的肉已经非常香了，放一些青椒剁碎，再淋一点汤汁，让它们充分吸收。最后夹进手抓饼里，自己做的真的可以实现肉肉自由哦。最近家里用完的刀具都会用火机消毒刀架清洁，我真的太喜欢这个了。可以整机拆洗，超级方便，而且不仅颜值高、容量大，还能放下各类案板和刀具。紫外线消毒，除菌率可高达99.9%，真的比传统刀架好用太多了。在家做饭一定要拥有一个，毕竟厨房用品做到干净卫生，美食才能吃得放心呀。别看这一锅其貌不扬的，这个牛奶咖喱肉酱饭我们全家老小都超爱。做法呢还非常简单，用到的主要食材都在这儿了。炒肉末的时候不用放油，煸炒出来的多余油脂都给它们过滤掉。黄油融化，把洋葱炒到变软变透。调味呢，加一些甜椒粉、黑胡椒和老抽，倒入250毫升牛奶。这种泰式的厚叶咖喱，每块都是独立包装，一次吃不完也不用担心浪费。配方特别干净，还添加了椰子粉，煮出来椰香浓郁的。鸡蛋加牛奶打散，就这样划来划去，往里推一推，等到微微凝固就可以关火了。用这个肉酱拌着米饭，口感奶香奶香的，真的巨好吃，你们快去试试吧。这饭好吃吗？太香了。你们听说过吃藕丑吗？我冒着变丑的风险，也要和你们分享这道孜然藕丁，香辣脆爽的口感，保证你也会喜欢的。可以吃饭喽！我又来和你们分享晚餐了。今天做了一份日本豆腐包，只要20秒，你就能学会它啦。这道菜鲜味十足，又不太辣，所有的味道都是刚刚好。今晚你们快安排起来吧。好吃吗？你们听说过吃藕丑吗？我冒着变丑的风险，也要和你们分享这道孜然藕丁，香辣脆爽的口感，保证你也会喜欢的。
以吃饭喽。我又来和你们分享晚餐了。今天做了一份日本豆腐包，只要20秒你就能学会它啦。这道菜鲜味十足又不太辣，所有的味道都是刚刚好。今晚你们快安排起来吧。今天又来给你们分享早餐了。茶餐厅的漏奶滑最近特别风靡，不能出去吃就在家做吧。鸡蛋牛奶搅匀，用来浸泡吐司。选择厚一些的吐司，口感会更加饱满。2片吐司都煎到双面金黄即可。黄油、炼乳和牛奶小火加热一下，倒回到吐司的凹槽中，撒上厚厚的一层阿华田，切开以后满满的爆浆，怪不得名字叫漏奶滑啦。你们不是经常问我为什么都不胖吗？分享2个小秘诀：高糖高油的加工零食绝对不要吃，教你们做一个低脂又过瘾的百香果柠檬泡爪。这可比之前超火爆的无骨鸡爪要简单多了，不用去骨，只要记好腌料配方，就绝对不会失败。还有一个小秘密，坚持每天佩戴束腰几小时，不仅能控制食欲，平时在厨房久站还能保护腰椎。最后不管吃多吃少，运动一定不能少，拒绝弱不禁风，健康就是最好的。开饭喽！最近天气逐渐转凉，炖一锅暖暖的葱油焖鸡，配上白米饭，每一口都是幸福感。用熬好的葱油把鸡腿煎到焦黄，做到这一步就已经非常香了。最后淋入酱汁焖煮10分钟，鸡肉鲜嫩又入味，这一定能成为你们的拿手菜。你们老说我做了太多的下饭菜，害怕控制不住越吃越多。其实在餐前喝一杯燕麦麸皮饮就行了。新口味魔芋紫薯不仅颜色漂亮，还富含了更多的膳食纤维，饱腹感强了，自然就能更好的控制饮食啦。前几年去饭店最喜欢点的就是金汤肥牛了，在家做过几次，就是煮不出店里的味道。问了一个老师傅才知道，汤色晶亮的小秘密原来是个南瓜，将南瓜蒸熟压成泥，主要起到调色的作用。之前为了使汤色晶亮，加了很多的黄灯笼椒，汤是黄了，但是辣的根本下不去口。加入南瓜泥搅匀，就能熬出辣度正好、颜色又漂亮的金汤。这对于不太会吃辣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特大福音了。最后马上蒜末和青红椒，再来一勺灵魂热油，激发出层层香味。这样做的金汤肥牛酸爽过瘾，搭配米饭又是一绝哦。